全澳洲最大的 Outlet 就在黃金海岸，超過200家店隨便逛，很多牌子都打到骨折。今天帶大家逛逛 Harbour Town Outlet， 這地方絕對讓你喪失理智，為了買而買。今天影片介紹的東西有點多，還有點跳，每天都有太多事想要分享了。大部分影片會分享逛街視角，但我真的好想告訴你們 ，Outlet 附近竟然能看免費袋鼠和無尾熊除此之外，當個觀光客竟然還能合法賺快錢，這都怎麼做到的？影片最後會分享我們這次在黃金海岸住到的便宜住宿觀感。近期內容會介紹我們在黃金海岸的種種經過，每個景點都會做成單獨影片，讓你完整的體驗到一天的行程，並且先幫你避雷，讓你在安排行程的時候少走些彎路哦。Shall we? To where we go, to where we go, sun on the trail and the sky says go. To where we go, we go, we go. To where we go, we go, we go. To where the road leads, to where the road leads. 嘿嘿，我是兔文貓，今天去個離住宿開車15分鐘就能到的 Outlet 血拼一下。今天天氣好，我們要先去海邊走一走，走完了以後，我們再去全南半球最大的 Outlet 看一看有什麼好買的。這是我們唯一的 shopping tip。因為紐西蘭比黃金海岸快2個小時，我們起床的時候 Outlet 都沒有開，所以先去附近的海邊散一下步。每次去公園都很想玩這些亂七八糟的，今天終於不用排隊了。因為沙子非常的細，很容易隨着風飄起來，打在身上還有一點痛。不是說冬天很適合旅遊嗎？怎麼我去天天颳風下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祈禱不要下雨，再拉開窗簾。這裡是澳洲最大的 Outlet 百貨公司，名字叫做 Harbour Town。來，我好期待哦！我最喜歡打折的東西了，看到打折我受不了。大露天設計，並超過200家品牌。Outlet 打折力度真的很大很多都半價以上的折扣。Kathmandu 是紐西蘭、澳洲熱門的伴手禮之一，它是專門做戶外的品牌，大到帳篷、登山包，小到羊毛內衣、野炊廚具都有。我們很喜歡他們家的東西，平常外穿也很休閒，但是他家很常打折，除非急用，有時候一般店打折跟 Outlet 一樣兇哦。走進小朋友的衣服店，我發現只要是跟澳洲有關的衣服都會比普通衣服貴，這不就很明顯的賺觀光客的錢嗎？但也可以理解啦，真的有好多語言在空氣中交談。UGG 一如既往的人多，店員全都是講中文，就知道大部分客戶都是華人買家了。我超會流腳汗，那裡刷毛真的對流腳汗的人很不友好。鞋子的壽命是別人的一半，不要說脫了，就算放在鞋架上，貓寧願在外面睡也不回家。這次我試了買了布面底的拖鞋，如果透氣性還是不好，我就繼續穿回塑膠材質了。Superdry 設計得很年輕，就是好重，壓在身上感覺會得午時間。Puma 鞋買1送1，我們太晚去了，好多貨架都空了，我真的很想硬擠出一雙，都把我的標準降得非常低了，還是沒有我的尺寸，含淚離開。T 兔是非常熱門的伴手禮，有個玻璃水壺印滿澳洲代表性動物，色調非常鮮豔，我真的超級想買。威爾又把我勸退了。還有這個超美麗的茶球，也是無尾熊造型的。威爾說1年都沒看過我喝幾次茶包，更別說茶葉了，又不准我買了。唉，在 Outlet 有一間超市，我第一次看到直接把東西裝成桶，一拎就一袋，大大省去挑果的時間。但這絕對不是我的風格。如果我買了裡面有爛掉的怎麼辦？之前威爾就有買過1箱梨，還說要給我做凍梨水，因為我那時候感冒很嚴重，聽着還好感動。
做完了以後只有一點點，他還不喝。我喝完以後才發現垃圾桶全是爛掉的，氣死我了！我的白血球都忙不過來了，威爾還在努力製造黴菌給我添亂。發現我的回憶，當時澳洲打工度假的時候，在瓜場上班，我們每天就分類各種瓜，其中一種就是它，我們叫它西班牙瓜，有夠甜。只要當天有分選到西班牙瓜，我們一人都會抱一顆回家，不是當飯後水果就是榨汁喝。威爾第一次吃，已經迫不及待開箱嘍。我們買了這一個，很好吃哦。回去的時候準備開箱來吃一下。感覺澳洲能吃到的菜比威靈頓豐富很多，還很會玩花樣。洞洞鞋現在也出這種造型了。威爾挑的這雙蠻好看的，可惜沒有它的尺寸。你看吧，他是不是又要買外套了？每次都喜歡在我身上比來比去，因為我們2個尺寸基本一樣，他都說買這個給你，然後我想穿的時候，他都剛好穿在身上。我喜歡這家店的裝修，感覺像是去了愛麗絲夢遊仙境喝下午茶，賣的也很華麗。走吧，錢包還不夠華麗。他們已經把睡衣給穿上了，要回家睡覺。杜拜巧克力最近很流行，很多店都会跟風一下。但這也太貴了吧！一般都是8、9塊，這一片要賣20哎，下不了手。100%全巧克力，我家人最愛。買4個。紐西蘭根本買不到，我爸媽是重度黑巧，濃度越高越好，他們吃這個還要配黑咖啡哦，想想舌頭就很澀。這毛毯有點小貴，上次在 Costco 買了一條不到100塊紐幣，觸感比它還好。我現在真的後悔沒有再多買幾條。媽媽配我們點的這個是全果汁現榨，裡面有西瓜，還有莓果。還有蘋果汁。馬丁鞋打折力度不大，看的人還是不少。鞋是真重，穿上去像在做重訓。耶，吃到中式麵包了！小時候最喜歡吃螺旋麵包了，這家一定是台灣人。3顆蔥就是3星蔥的梗吧？這是我從小到大最愛的口味，一般都是奶油的嘛，但它沒有賣，是它賣巧克力。巧克力可能我更愛。這個皮有一點點厚，好吃，裡面好吃好吃。我也買了壽司卷，好像比切過的划算。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啦。這邊是吃飯區，這家港式飲茶也太多人了吧！8號胡同裡面都是亞洲和東南亞餐廳，裡面有很多霓虹燈點綴，很有香港的感覺。因為午餐真的有點不夠吃，這裡就那麼香。我們點的這個是餛飩湯，還有豬肉餡餅。豬肉餡餅做的不錯。等很久，所以絕對是現做的。袋鼠肉，昨天剛摸完，今天就要上桌了嗎？整面香水牆的店，威爾1秒都不想待。的確，當所有香味都混在一起的時候，真的會有點頭痛。R.M. Williams， 威爾說這個是只有大老闆和經理才穿得起的牌子。我說那你區一個社畜，買這個德不配位，走吧。
我們就是這樣互相省錢的，我阻止他的喜歡，他阻止我的購物慾望。這家希臘捲餅真塞爆了因為最近才吃過捲餅，跳過。感覺我們戰鬥力好弱，只買了一雙鞋，然後他買了一個外套，然後最期待的就是回家只開那一顆瓜，其他都沒有。在昆士蘭，大家都很積極的響應回收，因為可以賺錢。在路上可以看到飲料回收桶立在那，只要是可以回收的瓶子都是10 cent 一瓶。我們特別囤了幾個，就想試試看怎麼用。我們還不小心去到了大型回收站，因為那裡是用秤的在算錢，很多餐廳都會在那裡回收，隊伍還很長。只要把瓶子放進這個像 CT 的機器，它就會自動掃描，沒問題就會被傳送到推進去。只要瓶子標籤上貼有10 cent 的標籤，那你就可以拿去回收哦。獎勵分成2種，一種是註冊 App， 錢自動匯入到網絡錢包。另一種是領超市券，超市結賬時只要出示一下券就可以折抵消費。我也說，那會不會有一個產業鏈啊？從別的州大量運瓶子過來回收，這樣你就發財了嗎？你這個是為愛發電吧？郵費都不夠用。Okay, bye bye. Thank you for helping. 哇！一堆袋鼠，我的天哪！我们身後全部都是袋鼠，這裡就像是個袋鼠公園。怎麼樣？剛剛我們看到了一隻落單的袋鼠，就很興奮，拍了好久，就不知道原來這全都是，太可愛了。袋鼠公園的袋鼠活力很多，不像可倫賓臥佛做的一大堆。如果是自己來就不用門票，有商業行為需要掃碼付門票，沒有人查，應該是全憑自覺。來的時候大概快5點，可能是袋鼠們的晚餐時間，放眼過去全都是袋鼠，有些小袋鼠還在媽媽的保育袋裡面，有時候還會跟媽媽一起吃飯，超可愛的。這些可倫賓都看不到的。我們準備回家的時候看到不要靠近野生袋鼠太近的告示牌。影片中可能有幾個很近的片段，不要模仿哦，畢竟袋鼠凶起來，踹一腳可能都讓你當場流淚。我們竟然看到野生的無尾熊，反而野生的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會很擔心它掉下來會不會受傷。無尾熊一般會待的地方就是像這種很光滑的樹。整個公園就是個小步道，非常適合所有人，不管是自己來還是一群人，只要發現小動物都會開心到不行會很有成就感。晚餐我們去了住家附近的中國城吃飯，因為紐西蘭和澳洲的西餐真的沒有太大差別，因此整路上我們更傾向於吃中餐。今天晚上吃的是馬來西亞風味的連鎖店，叫做 Papa Rich。聽威爾說，威靈頓本來有一家是他最喜歡的餐廳之一。我點的是拉薩麵，威爾點雞腿飯。每次出去我就喜歡點湯麵，威爾喜歡吃飯。我是那種天很熱也要喝湯的人，他是不管多冷都想吃飯。這可能就是我們兩個人的文化差異吧。威爾找到一家韓式料理吃到飽，只要29塊一位耶。他竟然跟我說這是他想再來黃金海岸的理由。吃完飯散散步真的太舒服了，讓我們感受一下平日澳洲晚上的氛圍吧。这是我的澳洲第一杯奶茶，好久沒喝了，好像還有賣吃的，座位很多，假日可能會有人在這駐唱哦。用餐環境不錯，喜歡它的裝修，很像動物狂想曲。關於住宿的部分，我們兩個出去玩的原則第一條，先問朋友家能不能睡，再決定要不要去玩。好可惜黃金海岸我們誰都不認識，我們就開始搜尋全網最低價住宿。經過多方比較，我們選擇了離市中心很近的背包客棧，房間是2張單人床，再加上私人衛浴，空間有夠大。我都可以把行李箱完全攤平了，這5天都不會覺得很擠，還提供了免費車位，
雖然是先到先得，但是我們每天回去都有位置。除此之外，竟然還有包早餐呢，有牛奶麥片，還有果醬麵包。麥片分很多種哦。後來我發現這些東西一直都是放在廚房的。換句話說，你要說它包3餐也可以啦。5天背包客棧我們花了556塊。誇完好的說說，我覺得這次便宜就很容易踩雷的地方。房間是在2樓，樓下是酒吧，酒吧天天就辦活動，我們2個基本上就是遠程參加了。半夜大卡車轟隆轟隆開過，好像車輪壓在我耳朵上。上層窗戶做了開放式，但是它關不上，也因為這樣就有點冷。第一天睡完真的很不舒服，隔天我們立馬去超市買了耳塞。冷水、熱水是分開的水龍頭，調到自己喜歡的水溫時，已經浪費了好多水了，有點可惜。那整個地方最現代的設計就是大門竟然是面部開鎖，這就是我對這家背包客棧的評價。口感沙沙的，沙沙甜甜的，有一點像那個哈密瓜。這個甜度剛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下集影片是這次黃金海岸最終章，因此我決定要把充滿兒時回憶的 Movie World 華納電影世界放在最後完美收官。訂閱我，下周五我們一起去看大遊行，看看你還記得哪些經典角色吧。我是兔耳貓，ふみえ、ふいえ、たいきえ。